好，這個部分我們要來看的是環球網啊，在9號引述了央視軍事的報道，那麼指出大陸海事局的網站上面有一個消息，是大連海事局發布了航行警告，說在4月9號，就是過去的這個4月9號10點到16點啊，就下午4點這段時間呢，黃海北部部分的海域進行實彈射擊哈，禁止所有的船只駛入。那對照解放軍報呢，在最近刊出了專文，他們特別聚焦在日本潛在的核武發展能力，而且說呢，最近中日關係持續的緊張，指出日本具備快速轉向核武化的條件，並且呢，對於日本軍事擴張的趨勢提出了警告。這個報道也指出呢，日本雖然沒有實際的擁有核武，但是已經具備完整核燃料循環體系，是全球少數能夠從核原料再到處理一體化運作的非核武國家。而根據文章當中也引用了數據啊，說2024年年底為止呢，日本累計大約有44.4噸的分離布。依照國際通用的估算的相關的材料，理論上可以制造大約有5500枚的核彈頭。這個文章當中也提到說，三菱重工啊、川崎重工這些企業呢，透過民用產業掩護，逐步轉型成為一個防衛承包商，也成為軍工發展未來在日本軍工發展的重要支柱啊。聽到這邊，大家覺得哇，那是日本的核武威脅，將來是不是也必須要一併來觀察呢？那現在這個日本的核子跟核能技術，我們知道其實日本在核能技術發展行之有年啊，早就不是什麼秘密。可是解放軍報在這個時候特別點名日本的核武威脅是什麼原因呢？我認為這個中國大陸和日本的關係，自從這個高市上來以後，其實就不好，特別是警惕他在擴軍、在軍事擴張方面這個發展的這個步調。因此對它包括254這種遠程1000公里的反艦飛彈的這個部署啊，還有甚至未來的這種是否發展核武等等，那提出很多專業的剖析，和指責和這個警惕，但我不認為日本在短期內會對它的核武這個發展獲得一些鬆綁。首先，它自己本身一些和平憲法進行的一些限制。他如果要大幅的鬆綁他軍事的發展，他必須要通過一些修憲，修憲以後，他才能夠陸續展開他相關的作為。但目前很明顯，他在核武這個部分還是有非核3原則嘛，就不擁有、不製造，還有不運進相關的核武系統。而且在核武的態度這個部分，美國已經表達了他不支持的態度。那美國還是提供一些像核威懾，還有就是這個進行一個美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方式，來提供日本相關的就核武器方面的相關保護的這個承諾。那另外，美國在這個核共享這個部分，倒是對日韓有一些鬆動，就是日韓你不要發展核武，但在有必要的狀況下，我的相關的核武兵力可以進入日韓，啊，變相的進行核分享。以這樣的方式來打消這2個國家發展核武的這個企圖和計劃。因此，就目前的架構來講，雖然日本在核發電、核技術有它一些比較深厚的實力，但要從發電技術進階到擁有核武這樣的一個能力，我認為就現實它本身的政策和美國對它的限制，再加上在核武這個部分，國際間有相當嚴密的監管，那日本要逃過相關的國際監管，秘密發展而不為國際間所發覺，我認為是有根本的困難。因此，就短時間來看，日本要具備核武能力，我認為距離還蠻遠的。而且重要的關鍵，剛剛你點出了，就是美方的態度哈。那最近我們看到日本，你剛剛也提到，這個3月30號他們部署了2款啊，都完成部署2款針對中國大陸的25式陸基反艦飛彈。這個25式陸基反艦飛彈呢，是12式啊，就12式陸基反艦飛彈的升級版本，它的射程呢超過1000公里。那包括呢中國大陸東部人口稠密沿海地區啊，像是上海啦，還有相關的一些這個區域呢，都在打擊範圍之內。日本防衛省也公告說，3月29號到31號期間呢，發現總共有5艘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的海軍艦艇，穿越對馬海峽之後呢，向東北航行，
而其中就看到像是055大區啊、拉薩號，還有呢2艘052D 的這個驅逐艦。編隊當中還包括了815型啊電子偵察艦金星號以及9洞3 A 型綜合補給艦。好，那防衛省特別補充說，他們也在3月28號呢，在東海的上空首次觀測到了一架新型運9的變體。啊，這個日本航空自衛隊呢，立刻就出動了戰機來進行攔截。所以在中日關係，尤其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什麼比較和緩明朗的情況之下，哈，美軍剛剛特別也提到說，對於日本在相關這個海域所做的一些部署，哈 ，Russ 怎麼看美軍在日本方面，包括駐軍啦、武器部署的相關規劃？我覺得川普是可以接受，但是有一個重點，日本的要負擔的部分，川普會一直向日本要更多了。那你看川普對北約，不管多少次見面，不管是跟北約秘書長或北約國家、北約高峰會等等，或者他1對1跟不管法國或其他的北約國家領袖會面的時候，一直提這件事情，一直認為美國的負擔是太多了，我們美國為什麼要為你負擔這麼大的代價了？說出來都是錢呢。對啊。对，所以他看日本也是這樣。那其實不管是國務卿、戰爭部、情報單位等等，都向川普總統說，因為中國的威脅，日本、南韓、台灣、菲律賓都是我們美國盟友了。即使沒有跟台灣沒有條約，還算是盟友了。那其實這些人都跟總統說，中國大陸的區域威脅都日益增加了。那川普第一個反應，統統都是 money。對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說，不管是駐軍也好，武器部署也好，反正只要日本出錢就沒問題嘛，對不對？我不会說是沒有問題，但是基本上是川普會願意配合。畢竟川普的立場也很清楚，他希望增加美國明年國防預算，已經提一個好大的數字，對不對？比今年增加好多錢，所以部署美國的不管是人力、航母、其他的系統等等，他基本上是同意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是要派到國外，到另外一個國家幫忙另外一個國家的國防，那他第一個考驗還是錢哪裡來的？對。美國不再出錢哈。那你剛剛提到北約哈，因為 NHK 有報道說，最近有一個新聞跟北約有關，北約駐北約總部的大約有30個國家的大使哈，目前正在協調要安排在5月中旬到日本去訪問。那也特別強調說，這次呢規模空前，而且這個代表團呢被認為是北約在中國大陸軍事擴張的這段時間呢，試圖要加強跟印太地區合作啊，所以特別來到日本訪問。那有幾位這個北約的消息人士透露說呢，代表團是由駐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大約30個國家的大使來組成，而且強調是到目前為止最大、最不尋常的北約大使聯席訪問日本代表團啊。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啊？這號稱是到目前為止最大而且最不尋常的北約大使團，他們希望他們是說北約希望日本發揮什麼樣的角色呢？大使就是一起在東方來圍堵俄羅斯跟中國大陸。簡單來講就是這樣，東西兩邊合作。可是問題就是說，北約減掉美國以後，好像那個軍力比日本還差，尤其海軍，因為唯一有2艘航母的那個英國，最近被川普說那2艘航母很爛，是哈，不重要的。对，那唯一有航母的就是法國，法国戴高樂號也很老很小，4萬多吨啊。法國說我要建一艘新的航母我看是多少？2038年建成。哇塞，现在10幾年以後，而且是核子動力的，所以。這個是歐洲的戰略思考的一個必然，他們是遠交近攻嘛。對，像法國以前跟俄羅斯是盟友啊，因為他們中間有一個德國。所以呢，現在他們就想說，俄羅斯跟我們作對，我們就找日本。